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虚张声势，我是许许，我是 Seven。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共鸣的话题——文字讨好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儿的来源呢，就是杨蒙恩他发了一条微博，然后微博的内容就是你们有没有微信文字讨好症？比如我会把来了改成来啦，好给读者一种欢快积极蹦蹦跳跳的回答他的错觉，然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很多人好像日常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类似的症状，这种情况好像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很多人的社交行为。我和 Seven 也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其实你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去搜就是什么是文字讨好症，然后我才看到你刚刚说到微博上发的这些东西，我才了解到的。但是我看到文字讨好症这个词语，我还没有点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我就下意识地想到了我平常的运用文字的一些讨好症的症状。那什么是文字讨好症呢？就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会特别斟酌的修改聊天词汇，可能就是输入半天呢，然后又删掉了几个词语，然后再增加一些语气词，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让这句话看起来更加的舒适，让对方感觉也更加的舒适。对，因为文字它本身是没有感情的，但是如果我们加上一些语气助词的话，就会显得比较容易接近，给别人一种好感。就感觉加上文字之后，一个字或者是两个字，或者甚至是一个表情包，一个波浪号，这个整句话看起来都非常的有画面感。对，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啊，我觉得我很夸张，就是比如说我要回复你几个哈哈哈，我都要考虑发几个。我觉得如果回复你2个就是敷衍。对，我其实也会有这种情况，我平常发哈哈哈都是哈哈哈哈哈哈，这样才觉得非常的好笑，然后我还会用别人发几个哈字来判断他觉得这个事情好不好笑。如果他发哈哈和哈哈哈，我就会觉得他一定没笑。对，我觉得哈哈就是敷衍，然后甚至我会觉得对方好像不想理我，我就不想再跟他继续聊下去了。但是我真的有的朋友他就是喜欢发3个哈哈哈，然后我有时候就跟他说你敷衍，他就给我回一个问号。就其实他并没有在敷衍，他发的哈哈哈是真的觉得好笑的意思。对，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了我有一次和我爸爸聊天，然后聊得非常高兴，就是在聊一些很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回复我呵呵，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呵呵的本意就好像在嘲讽我，我说你要回复我哈哈，而且不能是2个哈哈，你得回复一串哈哈哈哈，只有这样你才能跟我表达出你的开心。对，我觉得呵呵这个意思在我们这个聊天史上真的是有一个意思的演变。刚开始呵呵的意思呢，就是说跟你打个招呼你好，或者是说觉得这件事情挺好笑的。那后来呵呵的意思就逐渐演变成了对你很不满意、敷衍，或者就是骂人的意思。这种词汇意思的演变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对，我觉得其实像呵呵和哈哈这种也算是一种叠音，像叠音的话会给人一种很活泼可爱的感觉，例外也就是呵呵，我就觉得我接受不了。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文化的熏陶，就是当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觉得呵呵就是骂人的意思，那我们就也下意识的觉得这种行为。但是像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他们没有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所以他们还是觉得呵呵就是好笑的意思。我觉得文字讨好症是有一些特别常见的技巧在的，非常常见的就是我经常会在一句话的结尾加上什么哈、什么啦、什么什么哟、什么什么滴，然后加一个波浪号。然后就比如说我会把好的改成好的、好嘞、好哒，然后好波浪号，或者说好的呢、好呀，然后会把呢就会改成呢。你平常会这样子吗？那为什么你和我聊天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一个想法，就是你有没有记得你前段时间给我发我们刚认识，不是刚认识，就是我们刚回归联络的时候最初的那个聊天的截图。
然后就是那个氛围，那个聊天的氛围充满了客气和拘谨。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跟你聊天的，文字也是有这种讨好的倾向。对，然后后来我们慢慢熟络之后，但是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好好笑，再也没有那样聊过天。对，我们现在看真的是挺好笑的，因为我们很久没有那么聊过天了，我们现在聊天也不会那么客气拘谨。然后我们现在聊天呢，我觉得我们是换了一套我们自己创造的话语体系，就是其他人乍一看我们的聊天界面很难懂我们在讲什么。对，然后我们这套话语体系就是基于我们平常相处的时候一些梗啊，一些好笑的事情啊，达成了一种语言上的默契和共识。我们用的某一个词语呢，都互相知道其中表达的意思，然后所以我们打字的时候就不会再精细斟酌的遣词造句，用所谓的讨好文字来表达我们的亲密，而是用我们达成共识的那种语言体系来表达我们的亲密，表达我们的默契。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跟大家的讨好文学是类似的，都是你达成了一种亲密的共识之后，然后再重复利用这种语言。对，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文字结尾加波浪线啊，就是那个波浪线就是代表非常的愉悦，就是我和你聊天是在表达一种善意，一种可爱的感觉，就觉得聊天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死板了。然后我突然想到，咱俩好像很少发表情包，但是我会和很多人发一些很沙雕的表情包，就比较浮夸。我自从有了这个文字讨好症，并且这个症状我感觉挺严重的，我就会经常在知乎或者是在小红书、微博里，我就会经常无聊的时候，我就会搜日常搞怪表情包、可爱的表情包这一类的表情包，然后添加到我那个表情包栏里。我就觉得发表情包比单纯的文字或者是波浪号这些更能表达我的情绪，就有一种就是好像两个人在面对面交流的那种错觉。然后我觉得聊天中发表情包呢，也会给人一种幽默感，还有一种亲切感。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对，确实，我刚开始在表情包文化还没有盛行的时候，我是真的不太发表情包。后来呢，我就觉得加上表情包之后，就可以一方面缓解我有时候是词穷的，另一方面呢，就可以让我表达的这句话更加的有画面感。因为对方看不到我的态度嘛，然后附上一张表情包之后呢，他可能就更加能理解我现在的状态，代替我现在的这个什么语气、眼神、表情。对，适当的加表情这种确实会给人产生一种亲切感，会更直观的能表达出自己的情绪吧。因为如果说单纯的一句话、一句文字，其实它本身是比较容易被曲解的，因为我们隔着网络很难 get 到对方的真实的意图。对，因为文字消息也缺失了一些非言语的信息嘛，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语气、肢体语言。然后我们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呢，就常常都会依赖这些信息，依赖这些非言语的信息传递和感知情绪，所以在网络上这种言外之意的缺失就很容易引发误会。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更会觉得表情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通过表情包来辅助我们表达我们的情绪。对，而且我觉得表情包可以怎么说呢，就是释放出自己愿意和对方沟通的那种心意，可以活跃两个人聊天那种气氛。其实也不一定，有时候表情包也是用来怼人的。而且我觉得同一个表情在不同的人眼里就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我还有一个职场上的习惯，就是我跟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聊天都会加一朵玫瑰在后面。有时候我对接的时候，我不知道无法判断对方年纪的时候，我也会下意识的用玫瑰啊，然后点赞呀这样的表情包来熟络我们之间的气氛。就其实在我学生时代是很不喜欢用这些表情包的啊，我从来不会我现在都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有时候对接的是一些陌生的人。我也经常就是我工作中经常会接触到年龄很大的，也不能很大吧，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就是他们在表达对我的感谢的时候，或者拜托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会选用那种黄色抱拳的图标，然后还会有人用那种双手合十的那个小图标来回应我，然后我就觉得我看到这个会觉得十分的不适，我就不想看到这些表情。
他们这个就是年纪稍长一些人形成的共识，觉得这些表情包代表的意思就是对你表达友好，表达善意，所以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也会回他们一个相同的表情。而且我对我的工作群中就是经常会出现连续的那种刷屏就是一直在发大拇指，就比如说谁谁谁在工作中表现得比较好啦，底下就会有很多很多人跟那个大拇指的表情连续的刷屏。我之前好像给你截图过，我就觉得好无奈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职场上的无效沟通吧。就对，我突然想到，我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哈字，有一段时间，我工作同事还有对接的人，大家每一句话后面都要加一个哈字。后面我看到这个哈字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反感了，因为这个哈字前面接的有可能就是一个指令，有可能就是一件麻烦我的事情，然后仿佛它结尾带了一个哈字，就变得人畜无害了，就特别友好了。就是说，比如说，许许，你今天这个记得把这个事情完成哈，就是下午帮我剪个视频哈，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拒绝了是吗？对，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也给你截过图，我给你疯狂吐槽过这个，然后再后来我们就都开始用结尾带哈来互相聊天，就我们日常的时候聊天都会在结尾带一个哈字，就有一种刻意的暗讽的玩笑性质。然后这件事儿呢，就从讨厌又变得特别好玩，特别搞笑，所以我现在就对哈基本上脱敏了，因为我们平常开玩笑也会用哈。其实除了哈，还有一个字让我也打心里不喜欢，就是哦。遇到有人回复我哦，我就不想回复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啊？我会因为这个字衍生出一种抵触他的这种感觉，这种情绪，我会不想和他接触。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和我聊天嘛，跟他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冷淡回复我一个哦，然后我因为这个呢，我就很多天没有回复他。就是我想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是不是他不想和我聊天啊？是不是他觉得我太能说太烦了，所以就是回复我一个哦来打发我。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就问我为什么不理他，我就是说因为你回复了我一个哦。他就特别不能理解，他说我回复你哦不是对你冷淡，他就觉得我想太多了。所以我就有时候也会想这个问题，就是这种文字讨好症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呢？我有时候希望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症状，这种病，因为我有时候太玻璃心了，就会特别容易胡思乱想。因为你习惯用文字讨好症来表达对对方的善意，所以当别人不使用这种比较讨好的文学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对方可能是在对你释放冷漠。其实这个就跟那个呵呵的理解是一样的，就我们还是说每个人对文字的理解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人觉得回复哦就是好的，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这个就是在表达冷漠愤怒。所以就是我觉得文字讨好症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它是避免了这种词不达意导致的沟通不愉快的风险。因为当很多人开始盛行使用文字讨好症的时候，我们就达成了一致，觉得哦就是冷漠的意思。但是这个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不使用文字讨好症，他没有这样的习惯和认识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聊天就有可能沟通会不太愉快啊。那天我还看到一个人就说，他文字讨好症本身其实并不是所谓的讨好，它只是用来改善聊天的一种体验的，就是给对方回馈一种对等的一种友好和一种可爱的感觉。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样的，但是当文字讨好症出现在了职场上，它也有可能就是迫于职场压力形成的一种表达习惯，尤其是在职场上聊天的时候，可能并不想使用这样的文字讨好症，但是呢，迫于这个职场压力，然后迫于要跟一些陌生的人对接，表达友好，表达友善，那就必须要使用文字讨好症。那这个时候文字讨好症其实对于职场人来讲就演变成了一种压力。但是我在职场上，就是比如说我和同事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聊天越死板越好，我就不想显得我太活泼，或者是我很喜欢说话，所以我就经常回复像类似于收到、谢谢、这就好、这就过来、不好意思、不太清楚这一类的话，然后表情包我也不会发，任何的小表情也不会发。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国企和其他企业的一些差别了，因为其他企业上很难免就会遇到一些跟其他公司的人对接呀，或者是说跟客户对接呀这种情况，你就不得不用语言来跟对方快速熟络起来。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群里经常会回复收到，像你一开始接受不了哈这个字一样，然后我就会给你发那个截图，我说我真的受不了说一直说收到收到，我就觉得好傻啊我不知道其他人听到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但是我确实到现在看到收到这2个字我都觉得真的接受不了，我就不想回复这2个字，但是确实有时候因为工作没有办法。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回复收到了，而是回复一个1来表示收到。对对对，我就愿意回复一个1，我都不愿意回复收到，但是如果我要回复1的话，估计领导看到会把我劈死。当这个收到演变成1，就很多学校很多学生会这样回复的时候，你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旅行的那个小群里面，然后我发了一个什么消息，然后刘公子他回复了一个1，我当时就觉得很搞笑，因为我们那个群里面只有5个人，然后他就用1来回复收到，就感觉这个就真的成了一种习惯，然后这种习惯演变到我们这个小团体里面这么少的人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行为突然变得特别的有趣，我当时就觉得又搞笑又有一点困惑，他为什么要在我们小群里回复1？可能这就是学生和步入社会的一个区别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把那个忙改成妈来表达我的友好啊，就是一个口一个马那个是吗？对对对，一个口一个马，这个字呢，就是一个比较直白比较干燥的提问，但是当改成妈的时候，就感觉我是带可爱的疑问。我觉得文字讨好症它还有一个特别精妙的用处在我这儿，尤其是在工作当中，然后我对对方不满意的时候，我就会回复 OK 以此来表达我的冷漠。虽然对方并不一定会意识到我是在表达冷漠，但是因为每个人对文字的理解不一样嘛，但是我这样回复呢，就会在心里面特别的暗爽。我也想到了，我这儿也有一些非常万能的聊天模板，就我感觉还可以在任何的聊天场合中就去用一下。就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就对方给你分享一些事情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回复他，哇嚯这种嗨服了，怎么能这样呢？怎么回事？这种句子给他发过去。然后比如说你又不想听对方牢骚，或者说他给你发了一长很长很长那种刷屏的语音，你不想听的话，你就直接给他回复对对对，或者说咋会这样呢？好家伙，说的是啊，谁说不是呢？那有时候确实他给我发一长段语音，我确实不想听，那这个时候只能利用这种糊弄学来把他糊弄过去，就是看破不说破嘛。我觉得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就像前段时间盛行的废话文学一样。而且我说这些的时候根本不会觉得我很尴尬，就是我会经常板着一张脸，就是面无表情，手指飞快的在键盘上打出了好的哦这一类的话，就有一种淘宝客服即视感，就是形成了一套回复模板的流水线。但其实我觉得这一套话术是挺受用的，一方面就是缓解你的词穷，然后另一方面这些话术也精准的可以回复到对方的情绪，我觉得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挺感叹我们中国文字的这种魅力的，就简简单单改1-2个字，就感觉这个跟人说话的这种，就感觉有在认真回复。对对对，就会让别人舒服，或者是让别人知道啊，你现在已经不想和他说话了，看破不说破。那你觉得有文字讨好症就等于是讨好型人格吗？我觉得完全不是我觉得文字讨好症只是一种网络文化的盛行，它其实就像我们平常用什么网络用语啊，用表情包啊，就像我们最近很多人喜欢说 thank you thank you 就类似这种，就是当大家都开始用的时候，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可以复用的社交礼仪。可是我给自己的这种也不能说压力太大了，就是如果我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情包，或者是我没有考虑到这些哈哈发几个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话，我就会稍微有一点焦虑，我就特别害怕别人看到我这个是不是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前段时间我去看那个文字讨好症现象形成的一个原因，
之前有人做过一个统计，一部分人他是属于那种讨好型人格，一部分是单纯喜欢，然后还有可能他会受家庭呀、家庭思想的观念的这种影响，还有就是被身边人聊天方式所影响到自己，还有一类人就是缺乏他人的关怀照顾，再有就是长期职场那种压力所形成的，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存在。所以其实文字讨好症它形成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因素在的。所以我们很难一概而论说文字讨好是一种好的现象还是一种不好的现象。我觉得文字讨好症它并不是一个贬义的东西，相反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当今社会人就是沟通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越来越注重这个效率了，所以大家现在又是用网络聊天，就是用微信这些，如果可以利用文字迅速的能获得一种维持双方信任感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对后面的那种交流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对后续的那种高效的交流。确实是的。所以其实文字讨好症它是有很多种用途的，一方面呢是表达友好和善意，另一方面呢就是迫于应付，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网络社交行为里面的一个代表行为，是我们在这个网络环境之下形成的一个社交习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文字讨好的自由，但不要忘记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放弃文字讨好，去不使用它。当文字讨好给你带来一些社交压力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选择拒绝这样的内耗和压力。那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